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介绍如何处理干燥的粘土。那我们先介绍工具。要准备的工具就是现在目前大家所看到的这些。现在这边有干掉的粘土，就是像这样子。粘土来源很多，一般就是可以从美术社或者是陶艺店就可以直接买。手拉胚用的那一种，比较适合初学者使用。还有这边准备好套好的塑胶袋的水桶。如果你是在大楼里面，你不方便敲土的话，就可以使用这一种吸震垫，这种声音敲起来会比较小声一点，像这个样子。那你如果是敲在地板上，就会像这个样子。如果你有木头或是硬一点的材质，你就可以准备好。像这样的木头，如果你没有木头的话，请你到外面的地板上去敲，不要直接敲在瓷砖上面，对你而言会比较好一点。另外我们再来介绍的是，如果你可以收集这种尼龙布袋的话是最好的。尼龙布袋非常好用，报纸要1份，还有抹布或是湿抹布。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布袋的话，你就要准备湿抹布，当然不要穿的衣服也是可以用。待会我会介绍这些东西的功用。接下来最后一项，锤子，木锤、橡胶锤、铁锤。大一点的铁锤，那这是可有可无的。一般来讲，我们目前所使用的锤子都是这2项。木锤在敲粘土是最好用的，如果要敲扎实的，我会建议你使用橡胶锤，面积小的比较好使力。不要去买特大面积的，那可能就不好使力，敲没多久你也累了。木锤一般卖场都有，这2个东西是必备的。如果你是敲非常硬的土，完全干燥的土，最好是准备铁锤。有的人家里的铁锤是生锈的，像这样的生锈，不建议拿生锈的铁锤来敲粘土。生锈的铁锤敲下去之后，它上面的铁锈或是铁粉会留在上面。如果你的叉叉或是雕像是需要烧制的，那到时候上面就会留下铁红色的颜色，这时候就不好处理了，这个就永远没有办法消除，它会跟土粘在一起。所以这个只适用于敲土。工具跟材料先介绍到这边，我们接下一个步骤，如何敲这些土。我刚才先准备了一个旧的衣服 ，T 恤是可以最好用的，不要太长也不要太短。你只要把这些粘土直接放到这里面来，这样就可以敲。你假设你没有用布袋的话，你最好就是准备这样子，准备好衣服，这样敲起来比较不会四处飞溅。我们准备一块大的土，把它放到衣服里面，稍微盖起来，包起来，这样敲。记住，一开始的时候不要猛力的去敲，最好都是敲中间哈，不要用这个位置去敲，这样敲衣服一下子就破掉了。最好的方式是从这边整个正面这样敲。如果你是包塑胶袋，塑胶袋现在已经破了。如果你是用布料包，现在布料还好好的，还可以重复使用好几次。里面那么大一块呢，现在已经全部大概都敲这样碎掉了。我们要取的东西大概有多大多小？大概就像这么大，2指宽的大小是最适合的。这么大的
要溶解，或者是要湿润到里面，最少要1天2天的时间。所以我们要敲的大概是敲到这么大的嘴就好。敲完了之后呢，就直接放到小小块的这个呢，也可以一并下去，没有关系。我们现在把大块的继续敲一敲。这个呢，不要重复在一个位置，重复在一个位置就很容易破掉。土块是土块泡了水，它就会比较软，但它如果坚硬了，就会像这么锐利，连衣服这样它都会把它割破。陶土是这样的特性。大块的先拿起来，里面呢，小块的呢，这样切不一样。大块的就会在上面，小块的就会在下面，大概都是这种尺寸哦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再把大块的再敲几下。这里面呢，水桶里面呢，可以先加一些水，也可以不用加水。我们加水的目的呢，加一点点的水，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防止粉尘这样直接飞。如果你是老医师的话，有没有在这个时候通常都会戴口罩，也会先准备好防止粉尘让自己吸入肺部。职业安全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。如果你是以后是医师的话，就要注意到口罩啦，防护一定要先做好。小小的粉尘看起来没有什么，久了之后你的肺部还是一样会不好。现在大概就是像这样一小袋，我们大概用的呢，大概就是把这所有的土敲完，就是满满的一袋了。水的浸渍不要全满，注意看啊，如果你是全满的话，它会太湿，泥浆等一下会很多。这些都是泥浆，其实是细的泥浆，这样子反而不好。所以维持在2/3，不要全满。它等一下会再渗下去，因为它会不断的在那边吸。全部浸渍完了之后，你再往底下慢慢压，你会发现它已经到底了。我们要准备先晒，那在晒之前呢，要先把土做一个静置。第一层的塑胶袋如果破了，还可以有第二层可以保留。所以当第一层弄完了之后，就会像这样子包起来。好，先包起来。空气全部压出。不要完全绑紧，塑胶袋要重复使用。弄完之后呢，因为里面已经绑紧了，外面也绑紧了，就这样跟它静置。静置完，隔天水分已经吸下去，不会再流水分的时候，翻过来，放置1天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晒土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准备晒土。我们会先准备木板，如果你没有木板，准备好报纸也可以。
但是你的报纸可能要2天分量的报纸才够吸水啊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直接把放了2天之后的泥土，好，这边刚好放了几天的，拿过来给大家看，大概就是像这样子。它现在很湿，会粘手。这种粘土呢，现在目前是过软啊，过软，所以现在必须先让它晒过才行。吃一点太阳是对土有帮助的。你在家里面，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晒。没有太阳的话，可以使用报纸这样放。粘小坨1小坨的方式，这样子放就行了。放置的时间，看你是看常温，我会建议在半个小时揉土一次，或是摸土一次。只要用到不会这样的粘手，那土就可以用。如果你有木板的话，就可以直接这样放也没关系。土块呢，大小平均一点，不要过大过小。像这么小，它就很容易干掉；像这么大，它要干很久，所以平均大小这样最好。发现有杂质，立刻拿掉。大致上就用这种方式做示范啊。你多余的土呢，你不要揉到上面去，最好是放在原地。准备你好的毛巾，随时都可以擦掉，避免过多的粉尘在室内这样子飘散。我们到这边之后，就会拿去太阳底下晒。现在这边已经是晒完20分钟之后，比较没有水汽了。这个是还有水汽的，这是刚才拿来的。这个呢就会是比较硬一点，而且它在粘土上面它不会沾手了。原本的土是这样子，它会粘着手，粘住。就是这样的差别。这个是还没晒的，这是晒过的，两者的差异就是差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把晒过的粘土收集起来。里面的粘土呢，现在几乎已经都没有硬块了，也很好揉。那只要这样子揉起来的话就可以了，收起来这样就可以了。